大家好，比特币短期盘整让山寨币继续嗨。那等下来聊一聊前面交易群上面蚌壳通知做多5天就大涨了80%，但是短线又不给力了，以及等下来猜一下比特币中长线顶部我们要怎么判断。反正12万美元不是这一次比特币的最高点。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。或者新粉丝如果用我们 OKS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合约只要交易一笔，没有金额限制，可以在 Discord 交易群上面联系我们加入交易群。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S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S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前面在交易群上面是在这一根 K 线下跌的时候通知做多这个蚌壳，然后前几天是有再跟朋友们提到一个支撑位，但是短期这个位置这2天是略微有跌破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其实有一些山寨币的支撑，我不是每次都准，比如当时在这个位置交易群上面通知做多的时候，它当时也是有一个下灯线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山寨币的这个小组，也就是7月12号的时候，这一个蚌壳通知做多的建议。这笔记录是没有编辑过，如果有编辑过，会显示已编辑。那或者我们来看一下，包括这2天上涨比较给力的这个UNI，也是在7月12号的时候通知做多。那我们回到蚌壳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或者是等下先来聊一下山寨币的一些支撑位哦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蚌壳，我手上是还有一些利润在持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为很多山寨币这一次上涨，有些山寨币是还没有涨到顶部哦。比如说这一档蚌壳，或者是前几天有跟大家聊的那个比特币，等下再提醒一下，也就是这一次的高点，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 MACD 指标的柱状，它是柱状最高的位置，价格是最高的，所以有可能短期只是涨多了，这个位置在盘整。支撑位不好猜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UNI，手上也是有利润啊。UNI 这一根大涨，同样你去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个 MACD 指标的柱状，目前也是在呈上升的结构，或者是前面2天是有提到，你可以把UNI 的支撑移动到这根 K 线的高点，所以短线上就是这一个下跌，如果你有做的话，也会有一些短线的利润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这2天或者是3天的高点，它目前是在挑战，也就是2024年5月份当时这个位置有一个上涨的高点。短期我的观点是我们先观察吧，这2天有提到的狗狗币的一个支撑，有可能还是在这一条白线，大约是在0.228附近。那短线这个高点，反正我是整个大长线都在看涨狗狗币或者是以太坊，包括其他的山寨币，如果有大跌，尽量去观察还有没有，或者是一些新资金的朋友，你想买的话，我的观点是应该山寨币后面会有很大的机会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以太坊也是非常的强势啊，前面从2025年6月份的这3个低点的位置连起来的一个上升趋势，包括周线的以太坊，也就是上面这一个大箱体低点的区间，它在这一个位置突破进去，相信以太坊肯定是要突破。反正本波上涨的最高点，那既然连这一个最高点都能突破，我是相信以太坊。我们尽量等1万，或者是有没有可能高于1万美元以后，再考虑要不要卖以太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很久没有聊到这一个 Pi Cycle Bottom 指标，因为有一个 Pi Cycle Top 指标也是跟朋友们分享过，它猜比特币的顶部是非常非常的准。那么看一下比特币本波牛市上涨以来，这一个 Pi Cycle Bottom 指标是不是也很神奇？2022年当时这条红色的线死亡交叉，这个绿色的线，当时是在2万的时候，希望朋友们你要大胆的去买入比特币，因为往往市场都是在别人恐慌的时候，或者是大家都不关心这个市场的时候，才有可能是真正的买点。包括比如说2018年这条红色的线也是死亡交叉，这条绿色的线，整个市场一致看空的时候，主力才有可能买到这么多的筹码，在底部的位置它才能接到非常多的筹码。或者是2015年也是一样，红色的线死亡交叉，绿色的线，整个市场一致看空的时候，那有可能别人在恐慌的时候，主力就是在底部的位置偷偷建仓，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比特币每一轮牛市上涨的目标。如果你用对数的黄金比例，2019年当时的底部到2018年的这个高点，你去画一个黄金比例，它后面上涨到 1.618 的位置， 65K 到 69K， 这个位置是2021年的顶部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4年的顶部到2015年的底部，同样也是画一个黄金比例，当时是涨到这个位置哦。整个中线里面、月线里面有一根非常大的一根跌幅的蜡烛。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后面比特币价格这一根蜡烛出来以后，是继续大涨了2个月，那来到这一个顶部的位置才是最终的顶部。那我们发现，比特币当时在 1.618 的位置，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高点，可以细心去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一个 RVI 指标，它是在90哦，或者是来到这一个最终的顶部 RVI 指标，它也是来到90，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1年的这一个顶部 RVI 指标也是来到90，才是比特币反正几轮的牛市 RVI 指标都是在90附近。那现在的比特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目前只在70附近，所以我相信这个位置比特币短期有没有可能盘整，后面的顶部你尽量等，这一个 1.618 的位置是在18万美金附近，到时候我们观察比特币的 RVI 指标有没有可能来到90，或者是比特币如果能突破这一个 1.618，就像2017年的这个位置突破 1.618， 再涨3个月，或者是有2次 RVI 指标都是在90以上，会不会是比特币本轮牛市的顶部？有没有可能超过30万美元，甚至50万美元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链上数据就不聊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短期目前，如果从这一根 K 线开始计算，它的一个箱体是盘整了接近8天，那这个位置的时间8天有没有可能下一周一会不会变盘？如果不变盘的话，我们观察一下13天，到时候比特币会不会变盘？至于这个高点，我的观点是它不是这一波上涨的最高点啊，因为还是那个方法，下方的这一个 MACD 的柱状，它是这一波，就是这个波段里面它上涨的柱状是最高的，而且价格也是最高点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这个位置比特币盘整，短期有一个支撑位。我们先不看吧，或者是下一步这个20枚也会来到这个位置。我的观点是先看吧，这个位置盘整能不能守住？如果不守的话，就是前面的这个高点，聊了有几天嘛。反正最近的比特币我们先观察吧，它最好是在这个位置，只要横盘有些山寨币有可能涨起来，就会有多疯狂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